在二战后的美国，有一个家庭生了12个小孩，其中有6个都罹患了思觉失调症。这个超级罕见的家庭病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思觉失调又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银骨路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电影还有影集都开始讨论到和精神疾病有关的议题，像是几年前爆红的《我们与恶的距离》，还有去年金马奖电影《瀑布》都出现过罹患思觉失调的角色。因为思觉失调过去被称为是精神分裂，所以很多人误会呢，以为思觉失调就是人格分裂。但其实这两种疾病是完全不同的。那思觉失调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介绍《银骨路》，就是一个关于思觉失调的故事。《银骨路》写的是二战后一个美国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一大家子生了12个小孩，其中竟然有一半都罹患思觉失调症。对当事人来说，这当然是一场很大的悲剧。不过，这个罕见的家族病例呢，却为思觉失调症的研究带来了非常重大的突破。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盖尔文家庭为思觉失调症带来了什么发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盖尔文一家人的故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消息哦，我们公司的儿童教育娱乐品牌芒狗狗官网正式开幕了。为了庆祝官网开幕，芒狗狗第1到第6本的绘本限时优惠66折。这6本绘本是我们以芒狗狗为主角所开发的台湾在地原创教材，过去1年间已经在嘖募资创下了2次破100万的亮眼成绩。而最近我们也会推出在4本全新的绘本，在这些绘本里面，我们为不同的年龄层的小孩设定了适合的主题，例如给3到6岁小读者安全过马路的交通主题，也有为7到12岁的大孩子设计学习面对被拒绝的情感主题。目前这4本全新的绘本呢，只有在芒狗狗的官网独家预购，所以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芒狗狗官网网址，带芒狗狗回家，用精彩的故事陪孩子们轻松学习，快乐成长吧。本书的书名《银骨路》位于美国中西部的科罗拉多州，而这里就是盖尔文一家人居住的地方。盖尔文家的爸爸跟妈妈呢，分别是唐跟咪咪。妈妈咪咪呢，来自名门望族，她的外公认识卓别林弗列达等等的名人，而在子女成年的时候呢，还能送豪车当礼物，在那个年代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爸爸唐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万人迷，还有很帅的兴趣驯鹰。那后来唐从军上战场，更是一路升到了空军上校，后来又拿到了政治学博士的学位，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而在退役时呢，唐变成了政府、民间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牵线者，一家人经常在政商名流的派对上面活动。而在1945年，盖尔文夫妇呢，他们生下了老大唐诺德，后来还连续生了10个儿子，接下来呢才生了2个女儿。而就算是在战后婴儿潮，能够生12个小孩也非常的不寻常。这个生了一堆小孩的空军驯鹰人，当然就成为了地方上的话题人物。而且咪咪决心要展现最完美的一面，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不但能生12个小孩，而且还能够把小孩管教得很好。咪咪平常呢，绝对不会轻易的称赞小孩，还会要求小孩们呢要学钢琴上速读课、读国家地理杂志等等。每个礼拜天，盖尔文一家人呢一定会穿得整整齐齐的上教堂，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模范家庭。盖尔文家的老大唐诺德是2夫妻最骄傲的儿子。唐诺德呢，虽然不太擅长交际成绩也普通，但他是学校的美式足球明星，平常还会跟着爸爸一起去训鹰，很有当年爸爸的校草风范。那在爸爸妈妈外出的时候呢，身为老大唐诺德就负责照顾弟弟妹妹，但是唐诺德对于弟弟们的态度却有点不对劲。一开始只是对弟弟们恶作剧到后来慢慢变成可怕的霸凌，像是殴打弟弟，要2个弟弟互打，要2人呢抓住某一个弟弟，叫所有人轮流揍他等等。那如果唐诺德不在，轮到老2吉姆掌权，状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吉姆处处呢想要跟唐诺德争地位，2人一见面就斗有一次呢，甚至掀翻了感恩节大餐桌。模范家庭变成摔跤场不止弟弟们觉得没有安全感，连妹妹们呢也没有受到优待，被当成玩具丢来丢去，甚至遭到了毛手毛脚。但他们跟爸爸妈妈投诉也没有用，因为唐跟咪咪觉得，一堆男生在一起这种事情很难免嘛，以后长大就好了，没有必要插手。可是后来冲突还是不断的升级，最后训话也已经没有用了。唐有一次呢，甚至还要全速扑向唐诺德，才能够阻止他继续痛殴弟弟。最后唐只能定下一个不痛不痒的规则，没戴拳击手套，不准打架。但是这个状况呢，却还是持续的恶化。
在唐诺德17岁的时候，有天他莫名其妙的在洗碗槽里面摔碎了10个盘子，而当时爸爸妈妈一笑置之，就觉得是青少年乱发脾气嘛。但是唐诺德的内心知道不太对劲，他越来越常觉得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拼命想要掩饰一切，但这种自我失联的感觉却一直没有消失。而大2那年，他莫名的被猫咬伤；大3，他莫名的冲进营火，全身烧伤。唐诺德因此接受精神健康检查，诊断的结果却认为他只是有些情绪冲突，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唐诺德却很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成为像爸爸一样优秀的人，常常觉得非常的挫折，急着想要恢复正常。后来他为了想要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跑去谈恋爱，可是最后还是分手收场。他为了挽回感情，他打爆长途电话，结果因为这样子付不出房租，只好住在学校附近的地窖，生活变得越来越失控。几个月后，唐诺德再度因为被猫咬而就医。那这一次，他坦白跟精神科医师说，自己之所以会常常被猫咬，其实是因为他在虐杀猫，被猫攻击反抗之后才受伤的。而且他还曾经用电线缠绕脖子，跑去问棺材的价格，甚至还认为自己曾经杀过人。而经过诊断之后，医生评估他疑似患上了思觉失调，但是那个时候遇到这种疾病，医院能做的并不多。后来唐诺德的状况短暂的好转，也如愿的结婚成家。大家以为一切慢慢回到正轨的时候，他要企图杀妻后自杀，幸好都被救了回来。唐诺德从此在医院还有家里来来回回，有的时候会有1个月的短暂清醒，能够去打工生活，但更多时候他穿着床单，喃喃的念着自创的祷词，还曾经差点勒死自己的母亲。但是对于盖尔文家庭来说，唐诺德的状况还只是他们众多悲剧的其中一幕。前面提到的家族老二吉姆从小就喜欢闯祸闹事，长大结婚之后依然是一个花花公子，老是喝得醉醺醺，家暴妻子，甚至会对自家妹妹上下其手。但吉姆的妻子之所以没有立刻离婚，除了因为顾虑到孩子，还因为他发现吉姆有很严重的精神困扰。吉姆总是觉得有人正在监视他、跟踪他，还常常觉得有人在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半夜睡不着觉，开关厨房的炉火；有的时候呢，走在街上，他会突然用头去撞墙；还有一次莫名其妙的去套壶。而接着是老4布莱恩，他非常有音乐天分，后来为了玩乐团搬到加州去，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枪杀了刚分手的女友，然后举枪自尽。还有排名老9的这个马修，他一直想要当一个陶艺家，在大1的时候呢，却忽然毫无预警在朋友家脱光衣服砸碎花瓶。然后是最小的儿子彼得，在14岁目睹爸爸中风倒下之后，在学校不能控制的胡言乱语，而被送到了医院。老7乔瑟夫在医院探望的时候，向心理师坦白说自己偶尔也会有类似的症状。这个乔瑟夫其实是几个兄弟当中最有病识感的，可惜没有及早治疗，长大发病之后，个性温和的他竟然还寄了恐吓信给上司。类似的事件呢还有很多，大家很惊讶的发现，这个模范家庭中的12个小孩当中，竟然有1半罹患思觉失调症。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唐诺德发病的时候，思觉失调还是一个很神秘的疾病。这个议题我们之前做过一支影片讨论，那这边就比较简略的介绍。思觉失调症的症状之一呢，就是患者难以分辨现实跟虚幻，会对脑中的妄想还有幻听深信不疑，因而做出过激的反应。根据统计全球每100人就有1人罹患思觉失调症，而其中呢，每20名患者就有1人自杀。而至于造成思觉失调的原因，到底是先天的生理遗传，还是后天的环境影响的，在唐诺德的时代呢，这2派观点都还在激烈的辩论当中。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是像咪咪这样子控制欲强的妈妈养育不当，才会造成这样子的悲剧，还称呼这类母亲为精神分裂母亲，让咪咪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过盖尔文这样子罕见庞大的家族病例，为解答这个问题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学者花了几十年，终于在盖尔文兄弟身上找到了共同的基因变异 SHANK2， 证明思觉失调确实跟遗传因素有关。那当然有基因变异不等于一定会发病，有可能呢会再加上环境压力的刺激，才会真的确诊思觉失调症。而且同样的基因变异呢，也可能表现出别种精神疾病。因此引起思觉失调真正的原因到今天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但盖尔文家族的案例呢，确实为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现在有不少的病因还有治疗方法都还在持续的研究当中，未来希望能够提前介入，甚至是在胎儿时期就开始预防阻止这种疾病的并发。另外，对于已经患病的人，目前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另外一种有力的治疗方式是提供心理和家庭支持。像是盖尔文家庭最小的妹妹林赛就认为，这可能是他生病的哥哥们最需要的帮助。
老幺林赛的故事是我们觉得整个事件里面最让人觉得痛心的。林赛因为年纪最小，其他健康的兄弟姐妹长大离开之后，他跟生病的哥哥们单独在家的时间最长，也被迫独自面对这些暴力和伤害。在13岁那年呢，林赛甚至还被哥哥吉姆性侵。抱着这些创伤的林赛，最后成功的离开家里，到外地去念寄宿学校。后来在专业的心理人员协助之下，他才能够慢慢的正视自己的伤痛，和有着同样处境的姐姐互相扶持，反抗哥哥有问题的行为。林赛表示说，自己以前也希望哥哥们死掉就算了，但到头来他却发现透过爱人与帮助人，他才能够真正的与创伤和解。因此在26岁那年，他决定回家接下哥哥们的监护工作，想办法为他们安排更好的医疗计划，也就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林赛相信，救赎了自己的心理治疗与温暖支持，也是生病的哥哥们所需要的事物。读完这本书，我们真的非常钦佩作者的功力可以把一家14口的每一个人都仔细的写出不同的个性、成长过程与发病的状况，中间还穿插了100年来的精神医学进展，有故事也有知识，非常精彩。不过我们这边能讲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每个思觉失调的患者状况都不一样，盖尔文家庭所遭遇的情况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患者。像是这本书里面看到的暴力行为，并不是所有思觉失调症都会发生的，相反的，患者呢反而经常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那无论是你想要更了解思觉失调，或者只是想要知道盖尔文家族的幸存故事，那这本书应该都能够满足你，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支持好书跟出版社哦。那最后想问大家，如果你身边有思觉失调患者，你会怎么做呢？陪伴他们就医，鼓励他们长期接受治疗，比尽可能的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他们心理支持。自己什么都不做，我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提供正确的帮助。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银骨度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地方看看思觉失调以及多重人格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